好，来看看啊，紧接着下一步啊，这是一个时间的节点啊，感谢大家伙的理解啊。这个到了第6关，然后咱们前5关一期，然后6、7、8关一期。相反，你可以看到啊，这个玩法之下呢，6、7、8关呢啊，即便只有3关，但是占据了整个游戏的这个大部分内容。不过也因为是这个玩法啊，如果不是这个玩法啊，当然也一样。如果不是这个玩法哈，这个其实也是前面的关卡非常的快啊。但这里面有很多游戏并不是这样的，比如说你像我跟大家伙讲解的像《三国战记》，你《三国战记》呢，明显啊就是在第3关的时候，如果你想让它特别长的话，它是非常长的，尤其是摊分的玩法。《西游释厄传》呢，相反还好一点啊，可能是越来越难，对吧？可能是越来越难啊，这个。然后呢，再往后呢，你像有很多其他的游戏，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刚才说的一些这个龙王战士啊，这个包括龙与地下城，也是越往后呢越那个离谱。圆桌骑士也是啊。不过他们的小关呢非常短，经常呢会打到什么这个地图的第1部分，这个地图第2部分，然后一共有16关啊，16关卡什么的。OK， 由于打了第6关啊，我们能看得出来啊，这个比较，大家伙儿比较能理解一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个人理解啊，就是其实对于新手来说，他最难受的就是。你根本就理解不了这些小兵或者精英怪或者 BOSS 他的走位和你什么时候能打着他，他打不着你。比如说你像你玩王者荣耀、英雄联盟或者那些游戏啊，对抗类的游戏，你的技能指示啊，比如说你的技能啊，对吧？你的技能这个能打多远，你都不了解啊。这你像这个游戏你也不了解，你不知道你在这个位置你能打到他，但是他打不到你，甚至呢他是电脑他就不打你了。还有呢，就是对于伤害来讲啊，控制啊，比如说有的时候呢，你可以赌一手，有的时候呢，尽量你还是要用血杀去规避伤害。反正总体来讲呢，要知道一件事啊，就是这个，就是经验。尤其是你像玩这种单机的游戏啊，经验它牛就牛在哪儿呢？因为它不是人脑啊，你变了之后呢，人脑它可能也会随着你的玩法它也会变，但是呢，这个电脑它不会，它就是程序。是吧？你除非是往后之后呢，把这个 AI 加入到这个游戏当中了，那就嘚儿了啊，对吧？如果你把 AI 加入进去，你比如说你像有很多 AI 对抗类的游戏，啊，简单来说，比如说围棋啊、象棋啊，对吧？啊，包括有一些斗地主什么的，对吧？这个斗地主还好一点，毕竟呢有一些运气，只要你运气好了啊，无论你是 AI 还是啥的，只要你不是生开挂啊那种无敌挂，对吧？你基本上都是会输啊，对吧？什么万宁斗地主什么的。你像对吧？你上来2王4个2，咱就不说别的，你拆打你也赢了呀，对吧？但是呢，你如果说是那个，一旦是势均力敌的牌，有的时候你行错一个牌啊，对吧？这个有可能就会输。啊，象棋也是啊，对吧？你象棋也是，这个软件呢确实整不了。围棋呢就不用，那更不用说了，对吧？围棋呢之前呢可能很多人还能赢了一局，对吧？我那时候2010几年的时候，你现在这个2024年，再加上 ChatGPT 还有各种 AI 软件，你对吧？现在这个 AI 软件各种模仿你的声音，各种换脸，几乎是无瑕疵了，对吧？几乎是毫无瑕疵的，也就是说，就是你们感觉现在看到网上有一些有瑕疵的啊，我只能说他们还是民用的，或者说这个还不是很完善啊。如果像这种东西一旦应用到这个诈骗领域啊，那真的是。这个不堪设想，但是像这些游戏能不能加入一些 AI 的模块进去呢？能不能调用一些 AI 的模型呢？我个人感觉啊，应该不会啊。就为啥说不会呢？我告诉你，有没有这个能力？有。为啥说不会呢？我觉得犯不上吧。我觉得这个真有这些能力的这个大神，我觉得他没有必要跟这个游戏较真儿吧？他可以跟这个97较真儿。你像这个游戏官方，你像这个，对吧？这个王者荣耀有这个觉悟 AI 对吧？啊，觉悟人机，对吧？那你。打不了，首先有一点，它本身它可能内部就有一些这个视野，你就打不了嘛，对吧？对吧？这个它全图，对吧？人家说开了是没开的，那电脑你咋说呀？对不对啊？那包括你的行动轨迹漏了一个点，它就分析你去哪儿了，而且呢，它越训练越牛逼啊 ！AI 是需要训练的啊，这个方式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呢，我就是这个说法，现在的全民都是 AI 时代，只不过你像这个电脑，你可以看到啊，它 AI 呢并不是特别高。也有一些特殊的版本把它 AI 弄得特别高啊，比如说我们玩那个《三国志》，《三国志》原版 AI 就比较低，但是你玩三国志2啊，《三国志2》的原版和《三国志2》的那个我们管它叫什么来着？叫做这个战狼版。
这里面很多人说啊，那是把那个小兵加强了吗？啊，并不是。虽然说呢，那小兵虽然说增多了啊，是双倍，包括 BOSS 双倍，但它并不是所谓的这个 BOSS 多啊。就比如说它就满屏幕怪的，你一个血杀照样还能打倒一片的，对吧？它并不是这个改变了啊，它是这个小兵的 AI， 包括攻击欲望啊都改了，也就是小兵不会变得非常傻了啊。好，一顿往上下上顶就行。把他打死正常的，已打飞了啊！就是这个赶紧的，要不然墨迹啊！好，这是传说中的倒数第2关，也是整个游戏当中我认为最长的关卡，也是最难的关卡啊！它比最后一关的 BOSS 要难的啊！大家伙都了解啊，最后这一关的关卡呢是双王啊，双那个生化忍者啊。但是呢，如果说是这个1v3版或者说人多的话，那就是3个了啊，对吧？这个3个的话呢，一个人打确实很难受，尤其是啊，我跟大家伙讲，尤其是这个你不进都已经很难，何况还是进的玩法，何况你还选这个白人儿，对吧？啊，那就更不用说了。好 ，OK， 我们看看一顿摔，这里面这个胖子，哎，就这个Hammer是不是女胖子？我不知道啊，好多人说你那个大胡子应该不是。啊，那个大胡子应该不是，还有一个这个，还有一个是那种啊，也是啊，反正他们都丢雪茄。这胖子为什么都喜欢抽雪茄呢？OK， 这些小兵可以看到啊，这个，即便是困难难度啊，在想当年官方原版的时候啊，它的 AI 也并不是那么难。这个游戏之所以那么脍炙人口啊，主要小的时候呢，玩的人非常多，是因为它上手特别快。想玩好了不简单啊！包括小的时候谁也不知道有暴击这个说法，但是呢，这个游戏确实它牛就牛在什么呢？上手啊看起来可简单了，而且设计也不是很难。有一些游戏啊，其实它看起来很复杂，但是其实游戏设计的还蛮简单的。比如说你像我们说的《电神魔魁2》啊，对吧？你像《三国志》，其实呢看起来上手挺难的，没有跑，没有啥。对吧？这个感觉好像，哎呀，这个有的时候有些 BOSS 很恶心，但是呢，你会发现啊，这个，你像我这个菜逼，我都能考虑普通难度一命通关，对吧？一币肯定是稳，对吧？这个困难那就不说了，困难一币就别闹了啊，一命更别说了。但是可以练一练。而这个恐龙快打呀、名将什么的，我觉得需要一定的天赋。很多人说名将还难吗？对吧？一顿 AA 转身 AA 转身，你听起来好像挺简单，你玩下你就知道了啊。还有呢，就是快打旋风。这个快打旋风呢啊，这个包括这个咱们现在了解的那些很多这种游戏，什么暴风小子还强一点。快打旋风，你要真玩不好，你是真不会玩啊！我是真实话实说，真的能给你整的脑瓜都大，整不了，真整不了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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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这个小曲儿也是整个这个恐龙快打里面最好听的、最实在的音乐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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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来我们看看啊，接下来这个直接下电梯，但它没有下电梯的动作啊，屏幕直接闪了，有个铁门。好，这一套炮拳能打死这么一个小兵啊，人伤害也不低。其实这个咱们主角啊，他拳比较快。攻击距离呢也正常啊，只不过呢就是说，而且它攻击力也行，但是缺点是啥呢？就是它这个人不太灵敏，还有它的，比如说它的前 A 啊就不是那么实在，还有它的前跳 A 啊也就一般。不过呢，好像这个汉娜也一样，不过汉娜的优点是什么呢？还是武器大师啊，用武器比较猛，而且呢人也比较灵活，相对来讲比较好。前 A 呢啊，其实很多高手也不怎么用啊，他这个前 A 拿膝盖啊侧着膝盖往前顶，也就一般。好，这个我们刚才叫死亡电梯，然后叫死亡图书馆。这个玩的话呢，我可以看到啊，青石呢玩的还是比较奔放啊，并没有玩的那么猥琐，那么龟。你可以看到啊，正常都是一个一个打，一个一个去清，但是他没有，他选择正常打完就行，然后压起身背向，用这个前左来快速打移位。可以看到，哎，这个小兵，你看。你往前走，然后他也往后退，有的时候这个小兵的走位很恶心的啊。好，再搓，1、2、3、4，这小眼镜是真狠啊！
OK 过图。这个地图呢，给了一点补给，然后呢会有一些这个，会有一些精英怪。哎，你看这个派，你说她是女的吗？还是上面那个是女的？我感觉好像，如果要是真有一个胖子是女的话，我觉得是这个。哎，就底下这个 Hammer 啊，这个应该不是女的吧？啊，我觉得应该不像啊。好。小时候感觉这个立毛特别实在啊，一看就是小混混，真的啊，小立毛拿个刀，这个姿势还挺那个啥的，双刀。好 ，OK， 直接双王啊，双王。开局什么局？开局先跑还是先搓？先跑勾引一下，然后那个 BOSS 卡在那儿了，什么鬼呀？好，没有，现在跑了。上面那个宋小龙啊，宋小宝变成龙，简称宋小龙啊。可以2次变异啊，这个可以开这个蝎的这个蝎的2形态啊，哈哈哈，这个火影忍者蝎的2形态，或者咒印的2形态啊。OK， 一定要跑位啊！上面那个小兵比较嘚儿，哎，不用管他，哎，先躲开啊！这个搓地板。不行啊！首先他这个，我最害怕的就是这个 BOSS 的这个背刺，回头咵给你一刀啊，逼着你削老远。好，踹死了这个小兵，然后来了一个小猎枪，可以看到玩的非常的极限啊 ！A 2下反摔，有的时候不要贪啊，不要感觉好像自己这个，哎，我这个位置挺好的，但是你一贪那不行了。好，摔过来。哇，这个搓地板直接戳了4点，这一下你看这一刀 ，OK， 这打了这么半天被削了一刀啊，也确实是挺难受啊。但不过呢，这都无所谓，反正也没有什么重大的暴击，只要不把它打成负数的这个伤害就好。赶紧看，伤害不高的啊，你看这个搓地板，再搓可以压制起身啊，这个技能可以。相反呢，是变成优势了，这边又被打一套，感觉这里面可以把它打成残血之后卖一卖血，这我个人感觉是可以卖血的啊。再摔，没有卖，直接打死了。OK， 这一关过去之后啊，基本上就稳了，兄弟们，懂什么意思吧？基本上就稳了。当当。好，来看看，马上就是这个游戏的最后一关。最后一关呢，时间确实不算短啊，只不过呢，相反，我觉得就是，只是被刚才那一关给衬托的，对吧？啊。OK， 摔过来。哎，为什么有的时候它这个罐子里面啊，有的这个罐子里的怪直接就能出来？是什么东西触发它呢？而且它为什么只打咱们不打别人？对吧？肯定是有训练的啊。这都是生物科技，把恐龙基因和这个人或者其他动物组合到一起，能组合成什么？但据我个人感觉啊，这不就是人兽杂交吗？啊！但是你如果说是，哎呀。这个你为什么一定要称霸这个世界呢？你可以选择啊，这个往这个壮阳啊，什么减肥啊，对吧？什么解决脱发这个问题上靠啊，对不对？那你有了这个科技，那我不是跟你嘻嘻哈哈的啊，对吧？你有了钱，你什么事儿不行啊，对不对？咱该说不说，对不对？这个还是格局太低啊，这个格局一般般啊。对吧？老想着称霸世界，那你再变异了，你不怕炮啊？你不怕原子弹呐？对吧？人家光给你一炮，你不碎乎啊？对不对？该说不说的啊。好，再有呢，就是能变帅一点，往整容这块靠啊，整形、整容什么的啊，对不对？这个该说不说啊。好。
这里面一会儿变成忍者神，我操，这个小兵还挺聪明，看没看见啊？极限距离掌控啊，该说不说，有点东西。最后一下一个搓地板就行。好，跑到这边来呢，直接就是变成忍者神龟了啊！一举，然后直接忍者神龟，这是地下工作者啊。小的时候感觉谁能打到这儿啊，那真的是这个高手。我小的时候呢就没见过，因为我小的时候我们那个游戏厅啊没有啥高手。然后呢，并且呢，他玩的是有高手玩，我也没赶上，或者说是我也玩别的去了啊，我也不是一直站在后面看。但是呢，我是怎么看到这个地图呢？就是这个游戏如果没人玩的话，它自动有电脑在那玩，哎，这就会出这个地图，反而呢能看一看啊，也不知道这是哪一关，反正没见识过，就感觉哇，它这个挺神秘的啊，这各种下水道，然后有门，然后出这个小兵，还有机关能喷火，有点东西，该说不说啊。当当当当当。好，来看看，还有这个绿宝石戒指啊，看起来很爽。好，来看看，并不是站在一条线上，但是攻击居然有效果啊！这个攻击居然有效果，这多多少少有点东西的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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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音乐其实还真的是，把每一关的音乐单拿出来的时候吧，听起来都还可以，但是就是没有其他游戏经典啊。恐龙快打这个游戏是这样的，但是呢一听都知道，哎，我知道这什么游，哎这什么游戏来着？哎这啥来着啊？就像《三国战记》也是啊，也没有什么特别牛的游戏，但是《三国战记2》啊，《三国战记2》的华容道。那一关的音乐啊，确实是比较经典，只不过呢，听的人也不多啊。但是我是个人觉得，不仅经典，而且确实好听。有心情的小伙伴啊，真的是可以研究一下啊。OK， 你看这个小兵有的时候会愣神啊，这会愣神的小兵多多少少有点东西的啊。能，好，这小的时候我们管这个地方啊，也是有2个精英怪啊，其实不太好打的，真的不太好整啊。哎，你看他给你卡攻击距离，这回抽给你嘴巴子啊，挺狠啊，这该说不说，有点东西。好，来看看，你看这就是不，这个地图还真不是很好打。你想想，如果1v3版本啊，咱们这不是4大天王，如果是6大天王1v3版本，一个人玩真没法玩，真的。就是我说的是啥？就是你近的玩法啊，这要不近那咱不敢说。你近的话，我靠，那真的是啊，有点东西的啊。好 ，OK， 已经到了这个游戏当中的最后一个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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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好，马云先变成马云龙，啊不，这个宋小龙，一会儿呢变成另外一个龙叫宋大龙，啊宋大龙啊。好，摔回来。这一个 boss 的那就没有小兵看着，这个 boss 其实跟这个马云龙差不多啊，就是对吧？只是看起来变了个色而已，对不对？嗯。好，最后一下一摔，哎。当然呢，接下来呢变成大龙了，很多人是难打了吧？其实对于大神来说啊，真的是不难打，并且啊，
并且呢，这个你还没有小兵，他顶天就有一帮小兵过来撇飞刀啊，没有小兵那 boss 那对吧？那就不是 boss， 没有绯闻的名人那算不上名人，做人难。我告诉你说啊，做一个没有小兵的 boss 难。这个跑的时候啊，可以拉着跑，看啊，拉着跑啊，然后勾引一下，一定要拉着跑，不能着急啊。然后跑到近处呢，抓他一下，然后上啊，跑的时候呢，可以拉这个，不一定非得说是前，你上也一样，看追着跑，然后再摔回来，跟着走，然后一旦抓到了之后 ，A 2下回身一摔，这个甚至呢可以无限循环啊，对吧？你甭管你多少血，你没有小兵，你就是个锤子，看不看见？这个学会了，你们都是自己的。看，那小兵来了，哎，不小心被摸了一下，我操！操作有点失误啊，有点失误。1、2、3、4，第2套才能把他打倒。刚才操作有点失误，以导致呢这个被摸了一下，啊，还是有一定危险。但是呢，这个还是没有小兵。我操，这个 boss 狂暴了，看不见？狂暴了啊！还是跑位，然后还是刚才的玩法，然后抓住，回身一摔。然后卡出歪轴，他是先卡底层歪轴，看，然后再往上跑。这还剩下3管血啊，这个伤害太低了。这要是40爆，那真的是啊。好，摔过来，压起身，再反跑。你看这个伤害，这如果要是40爆的这个，咱不说麦斯啊，咱就说40爆的这个白人，那就一个字儿干。OK。还剩下2管血 ，A 一下，哎，这里有个点，其实有时候 A 的时候挺嘚儿啊。咱们进武器的啊，你这把武器打下来之后呢，你还避免自己捡到这个武器。不过呢，有的人说，哎，无所谓，捡完之后扔了，也不打到人就行，是吧？但是呢，还是有一定问题哈。可以看到，这个时间快要到了啊。好 ，OK。时间快要到了，这就很难受了。搓3下，还剩下最后2套，9、8、7、6。OK， 抓过来一个下上，正好一脚踢那个下巴壳子上了啊！38分钟啊，通关，可以看出来啊，确实也是挺极限啊。这你看一直在打，但是呢，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啊，还是有时间的压力啊，这真挺难。OK， 这是来自于我们的青石大神给大伙儿表演的这么一个白衣困难难度每版5进的一命通关啊，全程都非常精彩，最后更是惊心动魄。一旦时间到了，那真的泰森的弟弟叫泰德了。OK， 那感谢大伙儿的收听啊，大伙儿一定要多多支持我了啊！在片尾最后呢，希望大伙儿点赞、关注、转发、评论啊，发弹幕来支持我了。我们就下期再见吧。